Hello Hello， 耳机里、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准时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咱们聊一个很扎心却又绕不开的话题——婚礼彩礼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？相恋多年的情侣因为彩礼谈不拢，在订婚宴上当场翻脸。明明马上就要结婚，却因为几万块钱，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。还有人说，以前结婚是喜结连理，现在结婚先过彩礼这道鬼门关。彩礼本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婚俗，是心意，是尊重，是祝福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它慢慢变了味儿，成了攀比的工具，谈判的筹码，甚至成了压垮一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很多人都说，彩礼是现代爱情最真实的照妖镜，照得出人心，照得出三观，照得出两个家庭的格局，也照得见一段感情到底牢不牢固。今天青青阳就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，传统的彩礼婚俗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爱情的照妖镜，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彩礼，才能不被金钱消耗，守住感情最本来的样子。先和大家说句心里话，我身边有太多朋友都栽在了彩礼这件事上。有一对情侣从校服到婚纱谈了整整7年，男生踏实上进，女生温柔懂事，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一定会幸福。可到了谈婚论嫁，女方父母要求38万8彩礼，还必须有房有车，少1分都不行。男生家里是普通家庭，掏空积蓄也只能拿出20万，反复商量，一再恳求，女方父母始终不肯松口。最后女生哭着说，我拗不过我爸妈。男生红着眼说，我真的尽力了。7年的感情就因为彩礼戛然而止。还有一个朋友，结婚时婆家东拼西凑，凑齐了高额彩礼，可结婚后小两口第一件事不是经营生活，而是一起还债。日子过得紧巴巴，吵架成了家常便饭，曾经的甜蜜全被债务磨得一干二净。我听过最让人难过的一句话是，我们熬过了异地，扛过了反对，战胜了距离，最后却输给了彩礼。我一直觉得特别可惜，彩礼明明是为了祝福婚姻，为什么最后却成了毁掉爱情的凶手？其实我们先回到源头看一看，老祖宗的彩礼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彩礼最早来自古代婚嫁6礼里的纳征，意思是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送上一份聘礼，表达2层心意：一是感谢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辛苦，二是向新人承诺会好好过日子，扛起家庭责任。那时候的彩礼重象征轻钱财，可能是几匹布、一对银镯、一双鞋子，图的是吉利，是心意，是礼的仪式感，从来不是明码标价的买卖。而且传统婚俗里从来都是彩礼加嫁妆，是双向奔赴，礼尚往来。男方给彩礼，女方陪嫁妆，两个家庭一起出钱出力，帮新人组建小家庭，这才是彩礼本来的样子。可现在呢，彩礼慢慢变了味。有人把它当成面子，别人要30万，我家女儿不能比别人低。有人把它当成养老钱，觉得女儿嫁出去就得靠彩礼保障晚年。有人把它当成检验标准，说不给够钱就是不爱不重视。还有人互相攀比，层层加价，从万里挑一、66大顺变成了万紫千红、一片绿，一动不动，把婚姻活生生变成了一场金钱交易。最讽刺的是，本来是祝福的礼，最后成了伤人的利。本来是2个家庭帮一个小家庭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家庭掏空另一个家庭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彩礼是爱情的照妖镜。它照出来的从来不是钱多钱少，而是这4样东西：诚意、底线、三观、格局。第一，
彩礼照得出一个人的真心和担当。我从来不是说不要彩礼，也不是说彩礼越低越好。我一直觉得彩礼可以有，但要量力而行。一个真正爱你、有担当的人，不会和你哭穷、推诿、敷衍，更不会觉得你物质。他会坦诚告诉你家里的情况，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你安全感，会和你一起商量，而不是一味指责、逃避。钱少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诚意；家境普通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担当。真心从来不是用数字衡量的，而是用态度证明的。第二，彩礼照得出两个家庭的三观和底线。好的家庭谈婚论嫁时想的是怎么让孩子过得好，不好的家庭谈婚论嫁时想的是怎么从对方身上多拿点。通情达理的父母会心疼对方的不容易，会商量着来，会把新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位。自私计较的父母只看自己的利益，只讲面子，不顾孩子的感情。彩礼这件事其实就是两个家庭价值观的第一次正面碰撞，合不合得来，一谈彩礼就全清楚了。第三，彩礼照得出感情到底牢不牢固。真正牢固的感情不怕谈钱，脆弱的感情一谈钱就碎。如果一段感情连彩礼都谈不拢，一提到钱就互相指责、互相猜忌，那就算勉强结婚，以后面对柴米油盐、房贷车贷、父母养老，只会更累。彩礼不是试金石，却是一块过滤网，过滤掉那些不够爱、不够真诚、不够合适的人，留下真正值得你共度一生的人。第四，彩礼照得出你到底把婚姻当成什么？是把婚姻当成两个人的相守，还是当成一场交易？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，还是把金钱放在第一位？想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被彩礼绑架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问，青阳，那到底要不要彩礼？彩礼多少才合适？我想给大家3个特别实在、特别接地气的答案，不极端，不偏激，适合每一个普通家庭。第一个答案，彩礼可以要，但要有理有度。彩礼的意义是尊重，是心意，是仪式感，不是榨取。可以根据当地风俗、双方家庭条件商量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数字。不用跟风攀比，不用打肿脸充胖子，更不要让男方借债结婚，婚后的债终究还是小两口一起还。2026年中央1号文件也在持续整治高额彩礼，倡导文明婚俗，就是希望彩礼回归礼，而不是利。第二个答案，比起彩礼数字，更要看钱的去向。聪明的父母不会把彩礼扣下来当养老钱，而是会把彩礼加嫁妆一起给小家庭，作为他们的启动资金，买房、育儿、应对风险。彩礼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新人过得更好，而不是让某一方家庭获利。如果彩礼最后变成了小家庭的底气，那它就是祝福；如果彩礼变成了一方的负担，那它就是枷锁。第三个答案，法律早已为我们兜底。很多人不知道，2024年出台，2026年仍在执行的彩礼新规里明确写着，为领证、为共同生活、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等情况，彩礼是可以依法返还的。以结婚为目的的购房款、购车款也属于彩礼范畴。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某一方的利益，而是公平、真诚和底线。我知道听到这里还是会有女生纠结，不要彩礼会不会被看不起？也会有男生无奈，给了彩礼会不会被当成买卖？其实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彩礼给的。女生想要的从来不是几十万的钱，而是被重视、被珍惜、被坚定选择的态度。男生在意的从来不是花多少钱，而是被理解、被体谅、被双向奔赴的感情。我见过零彩礼结婚却恩爱10几年的夫妻，也见过给了几十万彩礼最后却离婚收场的夫妻。
幸福的婚姻从来不是靠彩礼堆出来的，而是靠爱、尊重、包容和责任撑起来的。男人最贵的聘礼是一生的偏爱与担当，女人最好的嫁妆是一颗懂你、陪你、真心待你的心。最后，青青阳想对正在听节目的你说几句心里话。如果你正在为彩礼纠结，别被世俗绑架，别被面子裹挟，别为了迎合别人消耗自己的感情。好好和对方沟通，好好和家人沟通。谈钱不伤感情，谈不拢才伤感情。如果你是女生，可以要彩礼，但要适度；可以看重态度，但不要唯金钱论。你要嫁的是一个能和你过一辈子的人，不是一个数字。如果你是男生，请理解女生的不安，尽自己所能给她安全感，坦诚、负责、有担当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你家庭不是去算计一个新家庭，彩礼本是人间烟火里的一份温柔，是传统婚俗里的一份祝福。别让它变成刺向爱情的一把刀，别让它变成横在爱人之间的一堵墙，别让我们输给了世俗，辜负了真心。愿每一对真心相爱的人都能不被彩礼为难，愿每一场婚姻都始于爱情，终于陪伴。愿我们都能明白，最好的彩礼是我愿意娶，你愿意嫁，我们愿意一起把日子过好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我是青青阳，一直在这里陪着你。如果你也有关于彩礼的故事和困惑，欢迎在心里悄悄告诉我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。